乌克兰制造钢铁爱国者自制装甲升级防空系统，美国海军最新阿里伯克级下水，建明历史意义重大。以色列战胜洛马莱因，拿下德国新火箭炮的订单。根据最新乌克兰钢铁集团表示，他们近日设计了一种新型的防护系统，该系统利用近200块钢板，厚度可达8毫米，安装在西方捐赠的防空系统指挥模块的两侧。这些装甲的总重超过2.6吨，但公司表示，这些装甲不会影响防空系统的功能性和机动性。该防护系统作为钢铁前线计划的一部分，旨在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更强的装备保护，包括预制防护掩体、防弹衣等物资。目前，该新型装甲系统已被安装在了德国捐赠的 IRIS-T-SLM 防空系统指挥模块上。乌钢集团表示，这些防护装甲主要是用于抵抗来自炮弹、无人机等碎片攻击。对于由许多多个或者是移动、半移动组件构成的防空系统而言，即使是周围的近距离打击，也可能危及系统的生还性。因此，这一装甲系统在关键时刻是能够保护车辆和其周围的防空人员的。乌钢集团集团首席运营官奥列克桑德·米罗年科表示，我们从零开始花费了1个半月时间，按照蓝图制造了爱国者地空导弹系统指挥模块的防护装甲，使用的是乌钢集团公司生产的乌克兰钢材。这些装甲能够有效防止碎片损伤，保护防空人员和指挥系统的安全。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上校确认 ，IRIS-T-SLM 防空系统的保护系统确定已经安装在当前驻乌克兰的德国该系统上。德国向乌克兰提供了2种基于 IRIS-T 系统的防空系统，分别是 IRIS-T-SLS 和 SLM。IRIS-T 导弹最初是空对空导弹，由德国 Dell Defense 公司生产。至今，乌克兰已经收到了6套该系统和5套的 IRIS-T-SLS 系统。乌克兰总理德尼斯·施梅加尔指出，德国的 IRIS-T 系统在乌克兰武装部队中拥有最高的成功击中率，能够摧毁10枚俄罗斯导弹中的9枚。2022年10月31号，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导弹袭击后，乌空军表示 ，IRIS-T 导弹在应对这次袭击时的成功率为100%。到了2024年6月 ，Dell Defense 的 CEO 声称 ，IRIS-T-SLM 和 SLS 在乌克兰取得了240次命中，成功率接近100%。然而，由于长期作战，乌克兰现在已经失去了一些西方捐赠的防空系统组件，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IRIS-T 系统和 NASAMS 系统。根据开源跟踪组织的统计，至少有2套的 M901 发射器和1套的 AN/MPQ-53 雷达被摧毁。IRIS-T-SLM 系统的一个 MAN-SX-45 发射器和 TRML-4D 雷达也遭到了损坏。由于这些损坏都是有公开照片佐证的，实际损失数字可能会更高。乌钢集团表示，开发这款防护系统的经验来源于该公司在装甲车辆领域的技术积累。乌钢集团曾为乌克兰军队生产过大量的坦克装甲屏障，包括 T64 和 T72 主战坦克、美国的艾布拉姆斯、布拉德利步兵战车等等。到目前为止，乌钢集团已向军方交付了超过300块的装甲屏障。此外，乌钢集团的防护系统还被应用到了乌克兰的阿布拉姆斯坦克上，针对这些高价值坦克加强了防御措施。该公司为这些坦克配备了防无人机龙式装甲屏障和额外的反应装甲，旨在应对高机动性且能自爆的 FPV 无人机威胁。这种无人机已成为战场上的常见威胁。尽管有专家质疑这些装甲是否会影响系统的机动性，但乌克兰防空系统的保护措施无疑为操作人员提供了更强的生存保障，尤其是在前线作战区域。这些防空系统常常处于俄罗斯多重威胁的射程范围内，因此任何形式的额外保护对操作者都至关重要。2023年2月2号，根据德媒报道，大约70名乌克兰士兵开始在德国接受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培训。目前，在乌克兰境内能够熟练操作北约防空系统的人数可能是有上百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月5号俄乌战况。近日，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
多个战区展开了激烈攻势，并取得了一些局部进展。根据最新的战况报告，俄罗斯部队在库尔斯克方向、库皮扬斯克方向、利曼方向等地持续展开进攻，并对多个乌克兰防线发动了强烈的攻击。在库尔斯克方向，战斗仍在莱昂尼多沃、亚历山德里亚、维克托罗夫卡和克鲁格连科等地持续进行。俄罗斯军队继续对这些区域展开小规模反击。与此同时，西夫斯克战术集团进行了几次反攻，试图扭转局势。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罗斯部队试图向扎赫季内西、卡利诺夫北部和霍鲁比夫卡东部的奥基尔河西岸推进。与此同时，俄罗斯军队还对佩特罗帕夫利卡以北和新奥塞尔赫约夫卡、哈科夫等地发起了攻势，目的是扩大其在这些区域的控制。在利曼方向，乌克兰防卫部队成功夺回了特尔尼中心部分阵地，展现出一定的反击能力。与此同时，俄罗斯部队突破了杰雷别茨河，进攻伊万尼夫卡和扬波利夫卡等地，在塞德雷布良斯克森林附近展开了激烈战斗。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俄罗斯军队对查西夫亚尔、克里什奇夫卡、比拉霍拉等地发动持续攻击，并试图向普雷德特奇涅和斯图波奇基推进，战斗的规模和强度不断加剧。俄罗斯部队力求突破乌克兰的防线，夺取更多领土。在托列茨克方向，俄罗斯部队在第一赫尔斯卡街一线有所推进，试图向托列茨克、迪利夫卡和谢尔宾尼夫卡等地施加压力。尽管进展缓慢，战斗仍在继续。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罗斯军队成功突破了利西夫卡中心，并向西北推进至沃夫科夫附近，战斗继续进行，特别是在波克罗夫斯克东北部的巴拉尼夫卡、米尔内、沃迪亚内等地。俄罗斯军队力图扩大其控制区域。总体来看呢，俄军正在多个方向展开攻势，尤其是在库尔斯克和库皮扬斯克方向，俄罗斯进攻力度加大。尽管在多个地区取得局部进展，但乌克兰防卫部队在利曼和库拉霍沃方向等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击。根据目前的战况分析，俄军正在试图通过多点突破，逐步包围波克罗夫斯克，并进一步扩大战果。俄罗斯军方在这些战区部署了大量新训练的部队，并调动了包括摩托化步兵和坦克部队等多种兵力，力图通过小规模快速进攻，不断压迫乌克兰防线。然而，随着战斗的激烈化，俄罗斯部队也面临着物资和兵力的消耗，特别是在坦克和装甲车方面，损失不断加剧。2025年1月，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戴托罗上将于上周五为最新的伯克级飞弹驱逐舰命名为“无畏号”，这标志着美国海军历史上第5艘以“无畏号”命名的军舰诞生了。此前的“无畏号”呢，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最为知名的航空母舰之一，现在成为了永久纪念的海上博物馆，停泊在纽约港。戴托罗上将选择在无畏号纪念博物馆舰上举行命名仪式，并表示新的驱逐舰将向历史上的无畏号致敬，同时也向所有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东太平洋和红海地区服役的海军水手们致敬。戴托罗强调，这艘新舰不仅承载了历史的荣耀，还将继续为海军和国家服务。无畏号博物馆馆长苏珊在仪式上也发表了讲话，他表示，我们知道这艘同名舰将会自豪地为海军和国家服务，就像前辈无畏号航母一样曾做的那样。我们今天在无畏号博物馆感到非常激动，期待新舰的未来旅程。无畏号航空母舰曾经参与过太平洋战争、越南战争、太空回收任务等重大历史事件，可谓是一艘见证了美国近现代史中的诸多关键时刻的传奇军舰。这艘历史悠久的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舷号为 CV11，1944年加入二战，并参与了马绍尔群岛争夺战，空袭日军联合舰队的主要基地特鲁克岛，被6架97攻击机发射鱼雷攻击，险些失去动力。好在指挥得当，最终进水被减缓，无畏号飘回了美军港口，但又被要求转移到另一个港口修理，并在海上遭遇强风，险些翻船。在修好之后呢，无畏号又转战台湾和菲律宾，在莱特湾海战中大放异彩，击沉了日本超级战舰武藏号、航空母舰千岁号，并重创了多艘日舰。战后，无畏号成为美国海军的中流砥柱，数次退役和复役，直到1974年退役后成为博物馆舰，成为了纽约市的标志性景点。此外，无畏号也曾在太空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
其直升机机组人员参与了多次水星计划的太空舱回收任务，包括太空人斯科特·卡本特、约翰·杨格和第2位美国太空人格里森等宇航员的太空舱。2001年袭击事件发生后，这艘博物馆舰曾一度被用作联邦调查局的临时战地总部，飞行甲板被清空，设置了临时直升机停机坪，直到5星期后才重新开放。无畏号的格言呢是下海上天，不仅体现了它跨越海洋和天空的历史使命，还被科幻剧《星际争霸战：重返地球》所引用。剧中的航海家号舰就是以无畏级星舰命名的。德国国防部近日批准了对以色列埃尔比特公司生产的精确通用发射系统的采购，金额达到了6500万欧元。这一决定不仅标志着德国陆军的现代化装备进程，结果也令人意外，因为他的对手呢是洛克希德马丁和莱茵金属联手推出的 GMARS 系统。在这场激烈竞争中，洛马莱茵联合提案的 GMARS 系统没能满足德国国防部的要求，主要原因呢是该系统缺乏可用的原型。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尽管洛马莱茵的 GMARS 系统在技术和火箭发射领域拥有强大优势，但由于缺乏成熟的可用原型，无法参与这次竞争。相较之下，埃尔比特公司和德国、法国联合承包商 KNDS 合作推出的 PULS 系统，在竞争中胜出，成为德国新一代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的首选。PULS 系统具有灵活的火控软件，能够支持不同类型的弹药，这一点使其在多国合作和未来作战中具有独特优势。尤其是荷兰已经采购了 PULS 系统，德国可以借此加强与荷兰陆军的紧密合作。此外，埃尔比特的 PULS 系统也有可能和美国的 GMLRS 火箭兼容，这一点呢尚需美国的政治审批。这一点潜力呢是德国国防部与美国的紧密协调工作中的关键一环。埃尔比特承诺 PULS 系统能够兼容 GMLRS 火箭的单一型号，并和德国的火控软件顺利整合。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洛马早前就曾表示，如果德国选用了 PULS 系统，那么德国将无法使用洛马的火箭系统，这对于德国在长远的防务规划中可能会造成一定影响。我们比较熟悉的 ATACMS 等美系先进火箭弹都是洛马公司研制的。洛马的副总裁霍华德·勃朗伯格明确指出， PULS 系统无法和洛马的火箭兼容，意味着德国将无法获得洛马提供的精准打击能力。尽管如此，埃尔比特和莱茵金属的合作仍然被认为是推动欧洲国防一体化的关键一步，特别是德国和荷兰的深度合作，通过共享同一款武器系统，能够进一步提升两国陆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